我们可以通过各种修炼方法进行修复，比如打坐、禅定、冥想，这些都是告诉我们如何定静安虑、形神合一。孔子他老人家也说，食不语，寝不言，吃饭就是吃饭，睡觉就是睡觉，聊天就是聊天，不要一心二用。所以我们的修炼可以从吃饭开始，您吃饭就不要和其他人闲聊，您就体会五谷的美味，蔬菜的芬芳，您就是去吃饭，体验它的美妙，这样就好了。这也是一种修炼咯。其实修炼不一定非要在屋里面山顶上吸风引路您生活中处处可以修炼。如果能做到一刻的形神合一，就是一刻的修炼。无上圣玄微妙法，百千万世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无为真实义。老李呀，不知为何最近总感觉精神不能集中，学东西慢，记忆力也变差了。是你太焦虑了吧，小喜？我也经常听到身边的朋友这样说。我们的生活压力生存需求世人的眼光我们只能被这个社会裹挟着往前冲，但是我们的身体是诚实的，已经跟不上欲望的步伐，因此心神不宁是那怎么办呢？心知红尘万事空，奈何身在红尘中这种事情由来已久咯。其实早在2500年前的老子就碰到了这种情况，所以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来劝诫我们：在营破抱衣，人勿离夫。这句话我们现在理解起来是有点难度的，也可以说它是意义深广的。东汉末年的张道陵就因为这句话领悟出道在身体上的修炼，从而创建了道教就是我们看到那些道士所以道教尊老子为始祖，所以道教是道教一个分支，是道教思想的一种体现。这句话我们在这里只能简单的阐述一下。载是承载的意思，营魄呢是古代中医的名词，营是指营卫之气就是我们常说的练气功的那个气，是人体的后天精气，来自于水谷精微，日月精华。中医有句话叫胃行脉外，营行脉中，它是在身体的经脉里面运动的。气的作用主要是温养机体和抵御外邪的入侵，同时参与脏腑功能的新陈代谢。气和血是搭配工作的，血是气的载体，同时气也可以推动血液运行，气血是相互滋生的，相互依托的。所以我们去看中医的时候常常听到气血不足这个词。魄呢，就是人们常说的那个三魂七魄里面那个魄，是控制人体本能的那种感觉和动作，就是一些无意识的活动主要的功能是保证身体可以正常运行。首先魄感知身体的需求，然后告诉大脑，让身体产生一些行为来满足身体的那些需求，比如人的呼吸吃饭喝水还有就是指挥脏腑之间的运作，保证人是活络的状态如果魄离开了身体，人就是死亡的状态了。民间不是有这种说法吗？人的死亡也叫做魂飞魄散，就是魂魄同时离开身体。如果呢只是魂离开了身体，魄还在的话，那这个人就是个植物人，或者是那些真正的傻子，还有那些夜游症的病人，也是这种情况。那么什么才能承载营魄呢？那就是你的身体营魄都是依靠身体而存在的，所以在营魄说的就是人的身体。一的意思就是道，万物的发展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然后三生万物，所以一就是道的代称。
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道的那个使者，或者说道的种子，它藏于人的内心，我们称之为心神，在西方称为小精灵啊、小天使啊，也是一个意思。所以在营破抱一，就是让身体回归于道心，听从道心的安排，减少欲望对身体的控制，让人达到天人合一，如不动寂静涅槃的那个状态。但是现在的世界啊，越来越复杂，我们每天接受信息呢，呈爆炸式的增长。如果您看不清楚这五光十色的世界，就无法从复杂的信息中提取有用的资料了，无法集中注意力处理这些信息，所以会焦虑不安。所以我们经常会形神分离啊，很难有专注力做好一件事。比如一读书就神游万里，一会儿想玩手机，一会儿想吃东西，一会儿上厕所。1个小时的读书时间呢，真正专注的时间呢，可能不够5分钟。现在人呢，经常会思维跳跃，开会的时候想着怎么处理家里的事情，在家里想着公司的事情。这种主客观不统一的行为啊，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后遗症。特别是在亲子关系当中啊，我们做父母的对待孩子，很容易把自己的主观当成客观真实。这个世界有一种冷，叫做妈妈觉得你冷，这是父母的通病啊。有一种爱，叫做我觉得你需要，但是孩子真实的感受，父母真的了解吗？这就是典型的把自己的主观当成客观真实的一种现象。那怎么改变这种情况呢？老子告诉你，多闻数穷，不入手中。面对纷繁复杂、爆炸增长的信息，最好的办法回归于道心，在营破抱一，回归到一的状态，也就是开悟后的状态。说到这里啊，我们讲一个开悟的小故事。慧能年轻的时候啊，他的师傅缝纫大师每天就是让他砍柴、担水、做饭，他觉得很无聊，就问师傅啊，听说啊，师傅您已经正道开悟了，那么您在正道之前都是做什么事情啊？他师傅回答，砍柴、担水、做饭。慧能接着又问，正道之后呢，又做什么事情啊？他师傅回答，砍柴、担水、做饭。慧能迷惑了再问，这怎么是正得了大道啊？前后没什么分别啊。他师傅说啊，正道之前呢，砍柴时惦记着挑水的事情，挑水时啊，惦记着做饭的事情，做饭呢又想着砍柴的事情。正道之后啊，砍柴即砍柴，挑水即挑水，做饭即做饭，这就是得道。他师傅的意思是啊，开悟正得大道前呢，心不专一，杂念丛生；正道后呢，便开悟了一颗直心，直心即道场嘛。其实得道啊，就是专注于做好一件事，砍柴即砍柴，担水即担水，做饭即做饭，认认真真的干好手中的每一件事情，就是得道。我们看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心灵奇旅》里面也有这样的片段呢。如果一个人专注做一件事情，达到忘我的状态，心里那个小精灵啊，就可以上升到灵界，到天堂里面，也就是我们这里说的得到的这种状态。哦，这个电影我看过，因为名称叫 Soul， 对吧？是一部动画片，讲的是一个弹钢琴的人。对的，小喜，就是这部电影。其实道啊，就在您的身边，存在于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只是我们日用而不自觉。一个真正觉悟正道的人呢，往往就在人间最平常的地方。智慧到了极点，就是没有智慧。真理就存在于平凡中，能达到人间最平凡处。就是老子后面说的，道出于无有，入于无间。后世好多人用营破抱一这句话作为修炼，或者是修养身体的指导。比如说我们每天生活，其实大家往往都是形成分离的，
我们走路的时候眼睛看着商店里的橱窗，心里面想着公司的事情，你的心神就分开了3个地方。长此以往我们天天形神分离，达不到好的健康状态，达不到好的心身宁静的状态。这时候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通过各种修炼方法进行修复，比如打坐、禅定、冥想，这些都是告诉我们如何定静安虑，形神合一。孔子他老人家也说，食不语，寝不言，吃饭就是吃饭，睡觉就是睡觉，聊天就是聊天，不要一心二用。所以我们的修炼可以从吃饭开始，您吃饭就不要和其他人闲聊，您就体会五谷的美味，蔬菜的芬芳，您就是去吃饭，体验它的美妙，这样就好了。这也是一种修炼咯。其实修炼不一定非要在屋里面山顶上吸风引路您生活中处处可以修炼。如果能做到一刻的形神合一，就是一刻的修炼。如果您坚持这样做，就慢慢达到了《黄帝内经》所说的真人至人的境界，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是奢欲于世俗之间，无慧嗔之心，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田于为物，以自得为功，形体不避，精神不散。小喜您就是真人了，您就是智人了，可以逆风而行哦。